说宁哥说你现在骑马好帅，哎，不敢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就小时候我家人教育我，就是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可能算是一个东北的一个老话啊，就是一般啊，孩子一般都喜欢跟家里人犟嘴嘛，就是谁越犟嘴打得越狠，你不犟嘴赶紧道歉，就没有人打你，啊，就是属于这种的啊。然后呢，淹死会水的什么意思呢？就你越觉得自己会游泳，你就越容易被淹死。为什么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看到水我离得远远的，所以这就没有什么机会说接触那种危险。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正常不会游泳的人绝对不会下水的，除非是被人扔进去了，那是另一回事了啊，那是犯罪性质，那不行。但是什么呢？但是那个，所以骑马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说自己会骑了，因为我见过好多人说自己马术非常棒，从马上摔下来了。我上一部戏，我记得在拍，我忘了是哪一部古装了。我拍的时候，然后当时他们就说他马术可棒了啊，他拍了好多年那个戏，马术可棒了。结果拍着拍着就是从马上掉下来了，就是好像我觉得这件事是警醒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拍《长歌行》第一场戏，我就被马踹了嘛，然后从此对马造成了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啊，真的。我现在看到马，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心。就我一定首先我得尊重它，敬爱它，拿它当个朋友。我从来不拿它当一个，所以我每次我骑完一匹马，我都会拍拍它，我跟它说一声谢谢。这真事儿。我每次就骑马之前，我都比如说今天看通告，今天有马戏，我就叫我哥他们就助理他们去买那个胡萝卜，去了先来2根胡萝卜啊，因为马是最爱吃胡萝卜的。马吃胡萝卜就跟人吃肉的感觉一样，人吃肉觉得哇好香啊，马吃胡萝卜也是，就感觉就是跟人吃肉那个好吃感是一样的。所以每次我到了现场，那匹马我就先来个2根胡萝卜。骑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马懂不懂，但是人是明白了，叫做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啊，他吃了我的，他就欠我一点东西，他就是对我稍微友好一些。然后呢，有朋友说不能在马屁股后面站的，当然是不能。然后呢，我每次骑完之后，骑完它，我下来都会跟他说一声谢谢，我不管他能不能听懂，但是让他感受到我的敬畏之心。活了那是。你没听过一句话叫做"老马的屁股摸不得"吗？你看你们人生当中就缺少这种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老话啊，你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老马的屁股摸不得。和动物其实都是屁股摸不得的，跟老虎、老马、老羊、老牛，这个都是摸不了的，朋友们。就是根据什么情景，咱们把那个动物替换成嘛啊，老刺猬也是，老刺猬的屁股摸不得，都一样啊。有朋友说宁哥，你的屁股可不可以？不能看出去啊！你要是不能看，你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直播不太舒服，你出去。我怎么觉得我就是有点被你调戏了？我在这给你带来快乐，你还要调戏我，还要摸我屁股。
所以骑马现在也是能骑了啊，也是能骑了。我看前2天有那种照片拍的我骑马的照片，还挺帅气啊。马是简单能骑啊，也跑。你说跑能不能跑呢？我记得上一次直播有朋友问我说宁哥，我现在能看到你会骑马，但你能策马奔腾吗？能不能策马奔腾？看奔多久了吧。策马奔腾个1分钟，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跑1个点儿，我估计受不了。啊，而且也分什么，也分马，因为马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开的车或者是骑的电瓶车、摩托车都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就是最高时速的。比如说你买这个电瓶车，它最高时速是60或者是60，那你开最快也就是60了嘛。你比如说你这个电瓶车你买回来就最高时速40，那你只能开40嘛，但你开40就安全一些嘛，对吧？你开到最高速40的车，那你可能就相对安全一些嘛。你开60就相对危险一些嘛。马也是啊，策马奔腾也分马跑得快不快，但你有马时速10公里的话，那可能就安全一些嘛。但一匹马时速达到了100公里，那不就疯了吗？不一样的，汗血宝马，横店能给你弄个汗血宝马吗？真的是不可能的啊！没有那么好的太好的马，但都不错啊，马就比较听话，小哪吒，我第一次拍古装戏踢我的那匹马就叫小哪吒，我记住他了。第一次拍古装戏，第一次骑马就被小哪吒给我踢了。我现在骑那匹马叫做123，多么的随意，这名字起的。他们有好多就是马都有名字。他其实我问过他们，我说因为狗可能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对吧？你们家养的猫可能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但马基本上是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他们那个我说横店的马，不是说别的马啊，我横店的马很多是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因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他们买回来之后，他已经是成年马了，他不是说从小养。如果你这个马从小养，他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但是如果就是你中间买回来，就是给他一个代号而已啊，就是给赋予这个马一个艺名啊。我那匹马的艺名就叫123。我发现有个朋友，你说话好像有病。我怎么就不喜欢你们给我开这种玩笑？有朋友说我宁哥骑不了马的原因是因为有那个，我真没有啊！别再给我造谣在那，或者说些没有用的在那儿。我现在马骑的还行，正常拍戏用是够了。你让我说，比如说飞起来，那肯定是不太行啊。123暴躁嘛，他胆子比较小。其实马不是暴躁，马基本都是那个胆小是最那个什么的，是最难骑的。我觉得是因为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戏是什么呢？你要在雨中骑马，那个花洒一开，那个马当时就吓得不行了都。他也不受你控制，你那就拍不了。就是马胆子小的话，是很难拍的啊。所以暴躁倒还好，因为我没遇到暴躁的，我基本都是看胆子小的。
总说马惊了，马惊了是什么意思？那肯定就是他神经比较敏感嘛，他就是被吓到了嘛，马惊了嘛，对吧？但就是当时那个我骑那个马，他为什么踢我？就是因为他胆子小，然后马是这样的，他警戒心比较强，他胆子越小，他警戒心越强。那你靠近他，他就觉得你对他有威胁，他就会伤害你，是这样的。那为什么那个我当时说过了，那个小哪吒为什么他踢我呢？他就是精神不太正常，他是有精神病，那匹马是真的。那马还有精神病，也没去治，因为也不好治。那马是平时专门拍什么的，拍那种就是摔马的，就你们看到那种古装戏，有个人骑马突然被绳子撂倒，然后马摔到地上那种的，他是专门拍那种戏份的，就动不动就被撂倒了。啊，马腿一绑，然后一拉，然后给他拉倒，他就是给他摔出神经病了，就是他确实也挺可怜的。有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了解他的身世嘛，但是了解完之后，就是又应了一句话，叫做可怜之马必有可恨之马必有可怜之处嘛。对吧？你们听过这句话吧？可恨之马必有可恨之处，可怜之处。过金马吗？我没见过，但是我上部戏是古装戏嘛，然后那个就也是拍戏，然后马是拉的马车，就是那种马是拉马车的嘛，结果那马就惊了，直接就跑出去了。但是那天我没拍戏，我没在现场，我不是我的场，结果就给我们那个剧组演员的那个刚买的新的阿尔法给后保险杠刮下来了嘛。刚买半个月的新的阿尔法，就准备说干活用，结果直接一个马惊了，直接马后面拉的马车嘛，马过去了，车没过去，直接给整个后保险杠掀开了。也挺难受啊，也挺难受的。就是比如说他有马，我上部戏其实也遇到过一次，但是不是我坐的那个马车，我是骑着马，后面有辆马车，那个马就是跑，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就吓到了，因为可能现场有航拍嘛，那种航拍机一拍，它就会莫名其妙它就会被吓到，直接往沟里跑。那个马，比如说这是一条道，旁边是两边是沟，这马一受惊直接往沟里跑，因为他不管别的，他能跑了啊？在后面挂了一个斗子呢，演员坐在那个斗子上，直接演员就下沟里了嘛，就当时。哎，好像这个不应该笑啊，不应该笑，感觉功德减了一个分啊。你为什么跑不了直线？就被你发现了。
戴米小的时候呢，我家狗啊叫戴米嘛，它小的时候就跑不了直线，我总觉得它好像是个瘸子，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跑不了直线，但是呢，看它平时走路也没有什么毛病，但一跑起来就感觉好像就是一蹬地，感觉屁股先飞出去，就横着跑啊，就是那种身体在横着跑，就是好像后肢发力比较多吧，可能是啊。也因为胖的原因啊，胖的原因。